他是所有韩国电影里死的最牛逼的一个人，被人用刀子捅穿胸口之后，又被悬挂在了塔吊绳上，并且尸体还面对着当地最大的警局，可以说是把里面警察的脸全部打了一遍。但这还不是最劲爆的，因为当刑警队长老崔赶到现场，看到死者脸部的瞬间就被吓了一跳。老崔闻言只能心虚的摇摇头，因为这个人他不仅认识，并且还是他亲手杀的。原来就在昨天，老崔破获了一起重大案件，即将就能迎来升职加薪。这对于在警局摸爬滚打了数十年的老崔来说，无疑是最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手下的队员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庆功宴，几个人从傍晚一直狂欢到深夜。由于期间喝了不少酒，无法开车的老崔被送上了出租车。路上他兴奋地给妻子汇报了喜讯，然后便准备先在车上眯一会。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等他再次睁开眼，竟发现司机把他带到了荒无人烟的郊外。还没等老崔搞明白怎么回事，司机就从腰间掏出刀子，边说着老崔曾贪污受贿的行为，边朝着老崔的头就扎了上去。这架势一看就是动了必杀的心。好在老崔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即便是喝了酒，身手也没受到影响。司机不仅没有伤他分毫，他反而把司机给反杀了。虽然是属于正当防卫，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强行把老崔拽进了深渊。因为当他拿出手机想要报警的时候，局长却恰好给他打来电话，说自己正在和上级领导一起吃饭，商量他晋升的事情，并且局长还特意嘱咐老崔，让他这2天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乱子。听到这里，老崔想要报警的念头瞬间消了。为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他决定将杀死人的事情隐藏起来。反正这里荒郊野外的又没监控，只要把关于自己的痕迹全部抹掉，然后就把尸体扔在这里。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早已不知是多久之后了。那时任谁都不可能查到自己身上。然而老崔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这才过去了一晚上，尸体不仅被发现了，竟然还被挂在了警局门口。所以就算老崔的心理素质再强大，他此时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看着同事对尸体进行着各种检查，担心露馅的他再也坐不住了，赶紧开车来到案发现场。结果发现这里干净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这可真就奇了怪了，到底是谁把尸体挂到塔吊绳上的呢？与此同时，马哥在现场发现了一辆可疑的出租车，他赶紧让就近的阿伟上前查看。而阿伟在搜查的过程中，从后排座椅下找到了一个领带夹，并且这个夹子和昨晚庆功宴上同事们送给老崔的那款一模一样。不过他并没将此事告诉马哥，而是偷偷把夹子藏了起来。随后2人在后备箱发现了大量血迹，很明显尸体就是被这辆车运送过来的。但除此之外，法医并没在车内发现其他线索，这终于让老崔松了一口气。但很快他又陷入了焦虑之中，因为尸体被挂在警局门口的事太讽刺了。媒体记者纷纷抢着报道，给了警局相当大的压力，也把局长气得够呛。他命令老崔全权处理此案，并且要求3天之内必须破案。这无疑是给老崔出了个大难题，毕竟哪有自己抓自己的呢？而就在老崔陷入两难时，他的手下们却干劲十足，很快就通过城市交通录像查到了出租车的行驶轨迹，并且在昨晚夜里12点左右，可以清晰地看到车辆后座有一名乘客，但由于监控画面太过于模糊，暂时还不能确认乘客的长相，不过可以大概率确定他就是凶手。于是马哥让大家继续调查监控，必须要完善出租车的所经之地。听到这里，老崔知道自己不能再被动下去了，于是他趁着同事没查出来之前，先来到了那晚他上出租车的地方，默默记下了这里的监控编号，然后又马上回到警局，假借队长的身份视察工作，实则是趁着警员们不注意，偷偷顺走了他上出租车时的监控录像。可本以为这么做就能万无一失，然而阿伟这时却突然举起了手，并且恰好看到了老崔往兜里藏东西的一幕。不过他并没有太过在意，因为他此时已经在监控里找到了嫌疑人，并且对方的脸也被拍得很清晰。此话一出，可把老崔给吓坏了。然而当怀着忐忑的心情围过去时，才发现竟然是虚惊一场。原来监控里拍到的嫌疑人只是运送尸体的司机，不过这刚好合了老崔的心意，他现在急需的就是这么一只替罪羊，于是立马下令全程寻找嫌疑人。而这个嫌疑人也相当配合，见到警车的瞬间撒腿就跑，并且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很快就摆脱了众人的追击。老崔见状只好让警员们分头寻找，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导致他再也没了回头的机会。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老崔追击的路线刚好和嫌疑人逃跑的线路吻合，嫌疑人很快就被老崔堵在了死胡同里。见逃跑无望后，他就开始哭着喊冤，说自己根本就不是杀人犯，他见到那人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他只是收了另一人的钱，帮忙把尸体挂在塔吊绳上而已。可当老崔问是谁指使的他时，嫌疑人又突然发起了神经。 정치우자리 꺼져 이 씨발잡새야. 왜 갑자기 이 냄새놈 나타나서 괴롭히고 지랄이냐고. 나 안 죽였다고. 老崔当然知道不是他杀的，他只是想知道雇佣他的背后主使。不过此时对讲机里一直传来同事的声音，为了赶紧解除自己的危机，他也顾不上问对方是谁了，直接关掉腰间的对讲机，然后抬起枪对准了嫌疑人，准备让他背着凶手的罪名就此死去。嫌疑人见状也明白了老崔的意图，捡起木棍正准备做最后的挣扎，然而下一秒就被打穿了胸口。 解决掉嫌疑人之后，准备离开的老崔刚回过头，结果发现阿伟竟然在自己身后。虽然不知道他在这里站了多久，但好在他什么都没说。老崔见状也并没过多言语。回到警局后，局长听说杀死嫌疑人的事后很是气愤，但警员们都纷纷为老崔说情，表示嫌疑人在抓捕时强烈反抗，并且手持杀伤性武器。老崔也是迫不得已才开的枪。
이정훈 이놈이 죽었느냐 살았느냐 별 관심 없어. 이놈이 범인이냐 아니냐 그게 중요해. 난 이거 범인 확실한 거 맞지?都是在官场行走了多年的老狐狸，在座的人全都明白局长的意思。马哥也顺水推舟的表示，嫌疑人和死者在事发当天都吸了同款毒品，精神一直都处于幻觉状态。另外，他们俩人之前还和同一个电话号码联系过，虽然这个号码是个临时开通的黑号，但这就是毒贩们一贯的作风。由此便可以推断，嫌疑人和死者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毒品产生了分歧，从而发生了命案。听完马哥的猜测，局长觉得非常合理，再加上他们现在又有视频证据，完全可以把嫌疑人定成凶手。于是局长第二天就在媒体面前宣布，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被击毙的嫌疑人就是凶手。现在离结案只需等待一项 DNA 的检测报告，因为法医前不久从死者的指甲缝里发现了凶手残留的皮屑，只要 DNA 比对结果和嫌疑人的相同，那么这个案子就能彻底结束。而在等待结果期间，所有人都放松了下来，他们都认为此事已经板上钉钉，唯独老崔一刻也没闲着，他必须要找到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既然2名死者都吸食过同一种毒品，于是他就找到了自己曾包庇过的小毒贩，二话不说，上来先暴打了一顿，然后还真就问到了一点线索。原来嫌疑人和死者吸的那款毒品，因为后劲儿太猛，早就被市场淘汰掉了。最后一个购买的人是个叫金正圭的小演员，而得到了这个人的名字之后，老崔赶紧在网上搜索他的资料，发现金正圭前不久因吸毒进过局子，妥妥的一个劣迹艺人。于是老崔第二天就找到了他所在的娱乐公司，然而经纪人却说金正圭已经很久没来上班了，因为粉丝得知他吸毒之后，又扒出了他是同性恋的丑闻，导致没脸见人的金正圭便躲了起来，并且现在没有任何人能联系上他，而这也导致老崔暂时无法再追查下去。更糟糕的是，当他回到警局的时候，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毫无疑问，被射杀的嫌疑人根本不是凶手，这可把提前开香槟的局长气坏了。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局长在大骂了老崔一顿之后，竟然主动把报告收了起来，还让老崔赶紧伪造一份假的报告。原来即将要晋升的不只有老崔，局长也马上要升职了，他可不想在此时出什么岔子。而老崔见局长跟自己在同一条战线上，心中不禁感到一阵窃喜，毕竟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被查到。然而他并不知道，其实此时的他已经暴露了。原来阿伟在调取监控时发现碟片少了一张，于是又从交警队重新拷贝了一份，结果却发现丢失的光碟内容竟然是那晚同事们送老崔上出租车的画面，而这辆出租车也正是案件涉及到的车辆。直到这时，阿伟才终于恍然大悟，但他并没有将光碟和领带夹交给上级，而是在当晚主动找到老崔，说自己发现了凶手的关键证据，但这个凶手是一个他最敬重的前辈，在法律和人情之间他不知道该如何抉择，但他相信这位前辈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说完就将领带夹和光盘留了下来，随后便转身离开了。老崔当然能听懂阿伟的意思，可就在第二天他准备自首的时候，金正圭的经纪人突然给他打来电话，一直不曾露面的金正圭竟然主动出现了，并且还把老崔约到了一个小酒馆。可当老崔赶到后，这里却空无一人，他只在桌子上发现了一本日历，上面还标记着3个地址。老崔觉得有些蹊跷，于是就给马哥打去了电话。马哥调查之后得知，这3个地址都曾发生过命案，并且死的人全都是警察。而当听到那些殉职警察的名字时，老崔瞬间被吓傻了，因为在15年前，这些人全都是他的同事，并且他们还共同负责过一起凶杀案。当时一个酒馆里被人投毒，导致那晚在里面喝酒的人全死了，加起来一共有12个人。这么大的案子肯定是藏不住的，而为了尽快平复社会舆论，也为了缓解警局的压力，当时负责此案的队长，也就是现在的局长，他听说酒馆里有个非常老实的打杂工，人有点弱智不说，身体还存在残疾，正好是个可以栽赃嫁祸的对象。于是在几人的威逼之下，老金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并且为了让证据更充分，局长还买通了2个目击证人，而他们俩正是这次案件死去的司机和嫌疑人。更巧合的是，老崔通过当年的卷宗得知，被判死刑的老金还有个儿子，并且他的名字就叫做金正圭。如此看来，最近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来自金正圭的报复。然而还没等老崔去找他，金正圭竟自己出现在了警局。 그렇습니까? 그 자수를 좀 하려고 왔는데요. 예, 무슨 자수를 하러 오셨어요? 제가 얼마 전에 사람을 죽여서 요 앞 공사장 크레인에다가 매달았거든요. 에? 사람을 죽여서 크레인에다가 매단 범인이 나라고요. 此话一出，办公室的警员们全愣住了。老崔听到消息也冲了出来。金正圭见状露出一丝笑容，很显然，他此行的目的绝不是自首那么简单。来到审讯室后，金正圭点名让老崔一个人审问，并且上来就让老崔把监听器关掉，接着便直接向老崔坦白了一切。原来他当时的计划就是让出租车司机把老崔杀掉，只是没想到老崔竟然把司机反杀了。不过这并没让计划停止，反而让金正圭想到了一个更好玩的计划，因为他已经在暗处把老崔的杀人过程录了下来。这次来的目的就是用视频威胁老崔，让老崔去帮他杀掉一个人，也就是当年带头陷害他父亲的局长。 이미 둘씩이나 죽였으면서 하나 더 죽이는 게 뭐가 그렇게 더 어려워요. 시간은 오늘 밤 9시까지. 앞으로 2시간. 이 선택은 반장님이 하세요.
내 말을 듣던가. 아니면 죄값을 치르시던가. 走出审讯室后，老崔先跟局长交代了审讯情况，谎称金正圭的脑子有问题，现在又不承认自己杀过人，并且嘴里还一直说着胡话。局长听后又派身边的副局长进去审问，结果和老崔交代的情况差不多，案件再次陷入僵局，导致众人情绪都很低落。老崔更是愁上加愁，看着自己数不清的荣誉证书和家人照片，他最终决定摘下警官证，掏出跟了自己多年的配枪，打算去找局长坦白一切。结果发现局长已经离开了警局，并且审讯室里的金正圭也不见了。打听之后才得知，由于金正圭作为一个劣迹演员，记者们本来就时刻盯着他，再加上目前也没有实质性证据，所以为了不再给警局增添压力，副局长已经下令把金正圭放走了。不过马哥还是安排了阿伟跟踪他，可谁知阿伟竟在一个公园里把人跟丢了。老崔得知后很是着急，因为金正圭说的2个小时马上到了，如果不把他重新抓回来，那么局长很有可能会遇害。于是老崔再次拿起配枪，快马加鞭地朝着那个公园赶去。可谁知刚到公园停车场，金正圭就主动给老崔打来电话，说他在局长的车里放了个会爆炸的礼物，还提醒老崔往局长所在的方向看。而此时局长刚好上车，老崔见状拼了命的奔跑呐喊，让局长千万不要启动汽车，可最后还是晚了一步。局长被炸死之后，金正圭再次给老崔打来电话，要求他完成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寻找到当年那起案件的真凶，还他父亲一个清白。但老崔此时一心只想杀了金正圭，又怎会同意金正圭的要求？金正圭见状也不再废话，直接将老崔杀人的视频发到了警局。在众人震惊的同时，局长被炸死的消息也传了过来。副局长立马下令全城捉拿老崔，可唯独马哥没有行动，因为他总觉得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于是便开始查阅关于金正圭的详细资料。结果还真发现了一个惊天细节，当初老金被抓之后，他的儿子就被送去了领养院，但是马哥通过领养院提供的资料，得知金正圭被领养之后就改了名字，也就是说，现在的金正圭并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与此同时，愤怒的老崔一路找到那间废弃酒吧，金正圭果然在这里。可就在老崔要开枪的时候，金正圭竟然说自己就是个演员，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他干的，他只是在帮自己的男朋友做事。 누구야, 이 새끼가! 반장님이 가르쳐줬다면서요. 그래요. 걔 이름도 원래 진규였는데 우린 아직도 서로를 진규라고 부르는데. 另一边，马哥也找到了阿伟，看着眼前朝夕相处的好兄弟，马哥实在是不忍心，甚至还妄想着阿伟能够去自首。然而，这种隐忍了近20年的仇恨，又岂是一朝一日就能放下的？他趁着马哥不注意，突然冲上去将人按在了墙上，二人就这样展开了肉搏。但身材弱小的阿伟根本不是马哥的对手，3两下就没了还手的能力。可在最后时刻，马哥却心软的收了拳头。然而，就是因为他的怜悯，导致自己被阿伟偷袭，配枪也掉在了地上。阿伟见状，二话不说，捡起手枪，直接朝马哥扣动了扳机。同时，金正圭也跟着咽了气，因为他在老崔来之前就注射了大量毒品。而也正是这个时候，老崔接到了儿子的电话，说他正在和阿伟叔叔在公园玩。接着，阿伟就让老崔现在也过来，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当面才能说。面对这赤裸裸的威胁，老崔别无选择。然而等他赶到公园，发现儿子正在远处的车上看手机，老崔害怕儿子也跟局长一样被炸死，于是赶紧恳求阿伟，说他一定会帮忙找到当年的真凶，亲自还他父亲一个清白。可万万没想到，阿伟却让老崔不要找了，因为他自己就是当年的真凶。原来阿伟从小由父亲抚养长大，虽然老金身患残疾，甚至脑子也有些不好用，但父子俩的关系却非常要好。直到这天，老金很晚都没有下班回家，担心的阿伟便来到酒馆，结果却看到一群醉汉正在殴打父亲，往他的头上倒垃圾，甚至往脸上弹烟灰。这一幕可把阿伟给气坏了。恰好这时他旁边有一瓶农药，于是为了给父亲出气，阿伟便偷偷将农药倒进了茶水里。这群人喝完之后没多久，纷纷开始口吐鲜血，短短几分钟时间就死了个干净。老金见状吓坏了，但让他更害怕的是，那瓶毒药竟然在儿子阿伟的手中，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警察诬陷他时，他没有为自己喊冤的原因。看着父亲被警察带走，阿伟拼命的解释，说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可这些人为了快速结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让老金抵了罪，甚至还将2个路人带来做伪证。最终老金被判了死刑，阿伟的心也伤透了。从这一刻开始，他就发誓要让这些无良警察付出代价。于是他更名改姓，还顺利考上警校，成功混进警局，一步步完成自己的计划。而现如今，当年办案的警察就剩下老崔一人，而他也马上要被同事当成凶手抓捕。老崔儿子见状哭着跑下车，不敢相信自己的刑警爸爸会是杀人凶手。而这就是阿伟的最后一步计划，他要让老崔和当年他父亲一样，在自己儿子的面前被当作杀人犯抓捕，感受一下他所感受过的痛苦。他甚至还故意刺激老崔，说不管怎样你都会被抓，不如现在就开枪杀了我，也算履行惩戒真凶的承诺。 어쩌다 이렇게 된 거지?
影片最后，老崔当着儿子的面被带走调查，阿伟也已经为父亲报了仇，更是没了活下去的意义。于是他掏出手枪，自我终结了痛苦又罪恶的人生。